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豆制品是很多女性和中老年人都喜欢的一种健康食材。如果想要它们煮得都软来开花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其中最难煮的算是红豆了。今天分享适用于所有豆类的方法，学会了之后，豆子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煮了。我们先取出适量的红豆，将它放入盘中，对红豆进行简单的挑选，把干扁的、空壳的、坏的捡出来。这些豆子如果不提前挑选出来，就会特别的影响口感。接着把红豆倒入大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再下手把红豆抓洗干净，用清水洗去红豆表面的浮尘和一些杂质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黑豆、红豆、黄豆、绿豆，由于它们都有着坚硬的外壳，如果想要把它们煮得软烂，就需要两种条件，一是长时间的浸泡，另外就是长时间的煮制。而快节奏的现代人偏偏两种条件都不具备，况且长时间煮既浪费气又浪费电，还要耗费精力守着锅。其实多加一步，10分钟就能煮得软烂。清洗干净的豆子，将它倒入漏篮中沥干水分，接着把红豆分成2份，一份我们先加入温水将它浸泡起来，接着再准备一口锅，将其中一份洗干净的红豆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翻炒，大概炒了30秒左右，先把红豆的水分炒干，再转为中小火继续翻炒。炒制的时候要不停地翻动它，让它受热均匀，千万不要偷懒，防止炒糊了。当然，我们炒的时候也不要打开油烟机。当你闻到红豆从生豆味变成浓浓的豆香味时候，就说明已经炒好了。假如你打开油烟机，则无法进行判断。只有经过炒制的红豆，才有外面粥铺的那种浓浓的香气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这回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热力的作用下，红豆发生了变化，表面颜色变黑，坚硬的表皮有些裂开。这时红豆内部发生了半膨化反应，关火用余温促进其进一步的反应。准备一个不锈钢内胆的保温罐，将炒好的红豆倒入保温罐中，再倒入一壶刚烧开的开水，接着再将盖子密封起来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。早上泡了中午吃，中午泡了晚上吃，出门前泡上，边玩可以边吃，非常方便。这个方法一点不耗费能量，这是老一辈常用的一种超级节能环保的方法。只是老一辈人用的是热水瓶，现在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如用玻璃内胆的保温瓶，用焖烧壶，用保温杯等等。在提倡节能、减排、低碳的当下，这个方法不失为一种实用的好方法，也是我们大家继承老一辈的传统，为我们居住的地球做出一点点贡献的努力。我们姑且称它为节能保温法。下面来分享第2种方法，拿出温水浸泡了20多分钟的豆子。温水浸泡豆子，
可以让豆子更加快速地吸足水分。接着将浸泡好的豆子控水捞出，装入干净的小碗中。平时大家可以多准备一些豆子备用，分别按照每次的用量装入保鲜盒或者密封袋中，用保鲜膜封上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。大约冷冻了4个小时，因为清洗后的豆子表面有沉水，放入冰箱冷冻之后，表面会结一层冰，经过冷冻结冰，豆子表面已经被冻裂出一些小缝隙。这回不用把豆子化开，将豆子直接倒入滚烫的开水中。冷冻的豆子遇到沸腾的热水会突然膨胀，可以加速豆子的开花，自然就会缩短煮制的时间。大火煮上10多分钟，豆子就会软烂开花了。如果要煮出红豆沙，就再煮上10分钟，而平时将红豆直接放入锅里煮，需要煮上40多分钟，才能把豆子煮得软烂开花。加上一个小妙招，只需要10多分钟，豆子就软烂开花了，真的是太快了。它的小原理就是，提前用温水浸泡的红豆会变软，红豆表面的水分结冰后会膨胀，外壳会出现一些细小的裂纹，再放入滚烫的热水中，通过热胀冷缩的剧烈反应，自然就会非常容易快速的煮熟，是冷和冷热交替的作用。而我们用的第一种方法，则是用热的作用，促使红豆膨胀产生裂纹，内部结构发生变化。热水的侵入和持续的保温浸泡，让红豆软烂开花。两种方法都是多加一步，一热一冷，快速有效。炒过的红豆煮出粥更香，冻过的红豆制作红豆沙，做红豆馅食品非常美味。这2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？朋友们更喜欢哪一种方法呢？这2种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煮红豆，还可以用来煮绿豆、黑豆等等一些其他的豆子，非常的简单实用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